刷刷，我真的搞不明白，很多知识到底学了有什么意义？根本就是为了敷衍作业和考试啊！但我爸妈总说我想太多啊，有这个时间不如好好念书，我真的好无语。大家都是这样吗？还是因为我是 INFJ 的缘故？如果你说的是学习和家长的话，那其实大家多少都会有点相似，尤其是爸爸妈妈那句台词，我自己也听过很多遍，基本上不能再熟悉了。但是在 MBTI 的4种学习类别，也就是 SJ 经验型、SP 体验型、NJ 聚焦型、NP 发散型当中NJ 类型其实是最早开始质疑传统教育方式的。他们往往在小学甚至幼儿园的时候，就会对学校的很多安排感到不解尤其是写字的笔画呀、诗词的这种死板的背诵呀、课文的重复抄写等等这些任务上面，他们经常会想就是说，我字能写出来不就好了？为什么非要在意笔画甚至字迹呢？我课文能理解不就好了？那为什么非得连标点符号一起背诵呢？他们脑内经常会蹦出来4个大字：我不理解。这其实是因为传统教育确实更侧重 SJ 类型的学习方法，也就是通过重复学习来加强记忆，这绝对有可取之处。可惜的是，这个从来都不是 NJ 类型最擅长的学习策略。今天我就来分享 NJ 类型的4个核心学习技巧，只要你真的去做，学不好你来找我，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防止迷路哦。第一个技巧就是为了学习方法而学习，不要为了学习内容而学习。你说的太对了，重复抄写我真的会写，一模一样的东西来好几次，我不理解。刷刷说的这个技巧听起来很有意思，能不能举个例子？当然啦，其实 NJ 类型学习最大的困扰是觉得没意义。比如我背出一首床前明月光或者学会了英语的现在进行时 So what， 对不对？那又如何呢？他们还是看不到说这个和长期的目标意义有什么关系，又或者说他们会认为有需要我随时可以到时候再学而第一个技巧就是打破这个认知，我们把学习的内容看作学习方法的试验品，而不是把学习的内容看作我们学习的目的本身。举个例子 ，UP 曾经看到一个叫记忆宫殿的一个记忆方法为了尝试和掌握这个方法呢，我随便搜了网上好几篇论文来背诵如果本身让我随机去背诵百度出来的论文，我反手就是一个鄙夷的目光，我吃饱了撑着，我背那个东西干什么？但是为了运用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很有价值的记忆方法，我特地就去选了我完全不懂的论文来背诵，最后也真的背出来了。有一篇我至今还有印象就是在记忆的迷宫里，我带入的是我大学门口的草地草地帮助我联想到除草除草的是农民这些用来记忆在论文中的 practical Zionism 实际犹太复国主义这个概念，这个是我5年前大1的时候背的对于语数外物理化这样的科目，市面上的记忆手段其实非常多什么联想法定装法、谐音法，我们完全可以找自己觉得看起来厉害的、有兴趣的，用它们去学习。但是记住了，这不意味着这些记忆手段本身多厉害，而是说当我们把我们的目标放在掌握某个学习方法、某个记忆手段上时，我们很容易看到说我们学习的长期作用，也能从学习本身中找到更多的意义。至于用来学习的内容，你把陋室铭用来去做学习内容，和你把一篇英语作文用来去做学习内容不过就是附属品罢了，那些内容不重要，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附属品后来还会考，这不就是一个额外的收获吗？我的天，还有这个学习办法，刷刷你的脑洞怎么长的？我怎么就没想过这个角度呢？我一直还在纠结自己学习的内容本身呢。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技巧是什么？我已经3连啦，快告诉我。有谁能拒绝3连呢？不过我本来也会说的，第一个技巧比较作弊第二个技巧呢会回归到学习内容上，也就是倒过来学习，先去掌握知识背后的脉络。NJ 类型对琐碎的知识和重复的细节都非常抗拒，其实根本原因就是这些太零碎的知识没有办法给他们聚焦的那种很整体的感觉，他们看不到知识本身的来源和走向，看不到这些知识在庞大的体系中的位置但是在偏向 SJ 经验型的教育方法下，知识大多数是从零散的基础学起，慢慢的积累起来，最后再组成整体的。既然这种方法对 NJ 效果很小，我们可以反过来，我们自己先把知识庞大的背景给大概掌握了解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学习英语的现在进行时
如果仅仅把 be doing 当成公式去背诵和套用擅长掌握模式的 NJ 类型，虽然也一样可以得心应手，但是很难真正的被它吸引，觉得有意义而如果一开始呢，我们就粗略的了解了英语的不同时态，现在进行时过去时未来时等等，了解到了它们在英语中的重要性以及会传达意思的差异那 NJ 类型的小伙伴他就会很容易激发出一种本身对于现在进行时的兴趣，因为他们觉得了解这个很有用可以区分不同的时态在我们表达含义的时候它有重要的价值而不仅仅就会做到说完成作业考试反而会更进一步主动的希望理解的更加透彻，为将来做铺垫。我也发现了，我感兴趣的课基本都是我大概能看清楚整体脉络的。这就是我一开始学化学的时候就几乎完全学不进去的原因吗？那第三个技巧是什么呀？第三个学习技巧就更加朴实了也就是不用在意学科本身，去寻找知识之间的共同点。NJ 类型的小伙伴可以说最擅长的就是从不同的知识中整理出一条主线。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太过于拘泥在学科的内部了，当然只要能找到主线都会有帮助，比如通过相同的词根词缀来背诵英语单词，像是 outdoor、outside 都有 out 这部分的英语单词和含义，这对于 NJ 类型来说就是非常有价值的记忆点。而如果我们可以跨学科去发现共同点，就能拥有更多的信息去做串联，一条主线也可以同时协助我们掌握多块的知识。比如同样作为语言、语文和英语中，除了特殊的案例都会需要出现主语，而无论是语文还是英语的阅读理解，找到一句话的主语都是理解它的快速捷径。这个方法 NJ 类型的小伙伴多少会用过类似的，因为这本身就是 NJ 自然的学习模式也就是去发现事物之间共同的规律。哇，好熟悉呀！我之前用过这个方法，比如物理的原子和英语中一些可以用来当词根词缀的短单词，我就觉得其实本质上很像，都是通过组合来形成不同的整体。当时想这个的事情品味了很久，可投入了。是呀，这样会更有兴趣学习。那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第四个学习技巧，从最难的部分入手可是最难的部分我怎么可能会嘛？除非简单的我已经掌握了。我们这么做的目的也不是真的直接来学会最难的，这和第二个技巧有点像但是不太一样。共通之处是我们都去掌握尽可能多的背景知识。当你看了不会的特别难的题目后， NJ 类型其实会产生一种天然的渴望弄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的愿望。而当 NJ 类型发现最难的题目自己真的毫无头绪后，再看向简单的内容，就很容易自然地联系起之前看过的难题，有意识地去寻找简单部分和困难部分的共通之处。比如学习数学几何的时候如果直接从三角形的概念等开始，可能会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就是基础的部分学完了，感觉也学会了随便拿捏但困难的部分呢，又感觉学不会。但是看不懂的题目呢，一下子又找不到思路。如果要回去反复的找那些基础概念的题目练习呢，又会觉得不太甘心就会感觉非常的矛盾。因为光看基础也不是不知道，但是呢，对 NJ 类型来说，如果先接触难题，在学习简单题目的过程中，就能不断的去试图运用到难题上，他们就有一个标杆，这样子就不会出现前面提到的这种矛盾了。哇，太感谢刷刷的4个技巧了，感觉都是我从来没有留心，甚至没有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的想法。我真笨。怎么能说自己笨呢？我们要秉持着MBTI 人格类型理论真正的精神人和人之间没有优劣之分，我们就只有认知层面的差异。你虽然不聪明，但是可爱我并没有被安慰到。开玩笑很多方法其实也是我自己在大学甚至毕业回国后才结合理论琢磨出来的，更多的是经验而不是聪明等大家自己尝试，说不定会诞生很多新的攻略，我也超级期待的。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啦，下期我们更新一个神秘视频我是莎莎，专业的人格分析师，喜欢人格类型的硬核知识可以关注一下哦。我是小狐狸，是一只传声筒。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好舒服。
哇，好熟悉啊！哎，快点呐！